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在绝密单位工作的第10年，高中同学群突然有人疯狂艾特我：沈清河，你什么意思？婉婉结婚你都不来参加吗？我翻看了群消息才知道，高中班花林婉婉今天结婚，班里所有老同学都去了。不好意思，我单位没有假。我一本正经的解释，却遭受群里大片攻击。什么破单位，连假都没有，那还用问？肯定是上不了台面的小作坊，所以怕丢人，不敢来。林婉婉也艾特我，还记得我以前跟你打赌，说我将来混得一定比你好吗？我如实回道，不记得了。见状，其他人立马开口。人家婉婉嫁的可是京海首富，现在她是名副其实的首富夫人了。怎么，你混得太差，怕对比丢人，所以装失忆？该不会是穷的连份子钱都拿不出来了吧？要不你发个众筹，求我们给你凑一点。在大家的炮轰中，林婉婉再次艾特我，装模作样打圆场。我希望你能来参加我的婚礼，见证我幸福的时刻，看在同学一场的份上，到时候我给你安排个保姆的活。说完，她发了张和她老公的婚纱照。看到她老公的照片，我惊呆了，这不是3年前求着跟我联姻的老公霍艳丽吗？行，我一定去见证你们的幸福时刻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。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刚回复完林婉婉，就收到了霍艳丽发来的消息：老婆，你工作别太累了，休假之后记得回家看我，我好想你。由于我工作性质特殊，很少与外界接触，所以即便是结了婚，跟霍艳丽也是聚少离多。但他经常给我发消息表达他的思念之情，我一直以为他很爱我，如今想想只觉得可笑。跟领导请了个假，我根据林婉婉发在群里的结婚地点，开着领导给我特批的专车，赶往了他老家。隔老远就看到林婉婉的家门口挂着一条巨大红色横幅，热烈欢迎盛天集团总裁霍艳丽先生来接亲。横幅之下，林婉婉穿着一身雪白的高定婚纱，翘首等着新郎来接亲。她的身边围着一群高中老同学。婉婉，你藏的也太深了吧，直到结婚才让大家知道你男人竟然首富。对呀，听说霍总不仅财力雄厚，能耐更是一手遮天，谁都不敢招惹。你可真有本事，竟然能嫁给这样顶尖的优秀男人。婉婉，你马上就是首富夫人了，以后可别忘了咱们这帮老同学呀。就连高中班主任都对着林婉婉讨好道：婉婉，老师第一眼看你就知道你以后肯定是有大出息的，所以你高中成绩不好，老师都从没批评过你，因为我知道你是天生富贵命，根本就不需靠成绩说话。在众人的吹捧下，林婉婉的嘴角高高翘起，眼底满是得意与享受。霍艳丽能力并不足，要不是靠跟我联姻，让她的对家有所顾虑，她就早被对方啃得骨头都不剩了，哪还能坐上首富的位置？没想到这竟成了林婉婉炫耀和被吹捧的资本。见到我来了，刚刚还积极献媚的同学们瞬间皱紧了眉头，一脸嫌弃地看着我。其中一个林婉婉的小跟班看到我身后的车，立马讽刺出声：沈清河，你工作10年就开这么个国产垃圾车。其他人更是哈哈大笑，笑死，这种不入流的垃圾车要我开出门，我宁愿去死。不过他的车牌怎么多灵，这可是多少钱都买不到的特殊车牌啊，一看就是故意套的假牌子。就他这辆破车，怎么可能
有这么好的车牌，难怪好意思跑过来，原来是套了个假车牌，想来装逼，真是笑死人了。面对众人的贬低，我面不改色道：这车牌是真的，这车也不是垃圾车，它是红旗国礼。话音刚落，林婉婉忽然走到我面前，狠狠一巴掌扇在我脸上。这车牌当然是真的，因为这是我老公的车。我早怀疑我老公在外面养了个小三，没想到是你这贱人，你这臭不要脸的贱小三，竟然还敢开我老公的车来我的婚礼现场挑衅我这个正室。林婉婉的话让一众同学纷纷瞪大了双眼。婉婉，这车是你老公的，真的假的？林婉婉一脸傲然，这还能有假？以前我老公就开过这个车来接我，当时我看他的车牌很特别，还特意拍过几张照片。说完，他掏出手机，翻出几张他和霍艳丽的合照，有他们坐在车里的贴脸亲密照，也有他们坐在引擎盖上相互依偎的照片。照片上，车内细节和车牌照都拍得清清楚楚，和我这车一模一样。见状，众人顿时唏嘘了，还真是婉婉老公的车，难怪能用这样牛逼的车牌。这么看来，这沈清河是小三无疑了。林婉婉气得柳眉倒竖，冷厉出声：怪不得你这么多年没发过朋友圈，原来是专当小三去了。闻言，其他人也瞪着我道：真看不出来啊，沈清河表面看起来人模狗样的，竟干起了小三的勾当。就是亏我高中还以为他是高冷女学霸，给他写过情书呢，现在想想都恶心。有些人就是表面高冷清纯，背地里不知道多骚呢，一看到有钱男人就跟发了情似的，巴不得岔开腿走路，还敢把金主的车开到正室面前来挑衅。我看他就是见不得婉婉嫁得好，存心来破坏婚礼的。就连班主任都一脸鄙夷地看着我，厌恶道：沈清河，以后你出门在外，千万别说你是我的学生，我可没教过你这种道德败坏的学生。众人的议论和讨伐引来了许多围观者，一个个对着我指指点点，甚至有人拿起手机对着我拍照录像，往我身上吐口水。我脱下身上的外套，丢进垃圾桶，随后直面林婉婉：事情没搞清楚你就当众打人，你还真是无法无天啊！林婉婉趾高气昂：打你怎么了？无法无天又怎么了？我现在可是首富夫人，在京海，我想怎样就怎样。说着，他看向我身后的车子，一想到我老公的车被你这种骚狐狸开过，我就恶心。脏了的东西，我宁可毁掉，也不给你这种下贱货用。说着，他从路边捡起一块砖头，对着我的车就是一顿猛砸，车窗、车灯、引擎盖，哪哪都不放过。婉婉可是未来的首富夫人，咱们可不能让她被沈清河这种下贱小三给欺负了。同学堆里，不知道谁大喊了一声，大家便纷纷捡起趁手的家伙，对着我的车卖力砸。不过我这车是防弹车，他们砸了半天，只让车子多了些划痕，其他什么损伤都没有，这让他们气得不轻。这到底什么车啊？怎么这么硬？我看着他们，认真警告道：我劝你们最好适可而止，这可不是一般的车，损坏它可不是赔钱就能解决的。听到这话，林婉婉更气了，这是我老公的车，我想砸就砸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下一秒，他带着大家拉开车门，钻进车内，对着车座椅和内饰疯狂乱划。原本整洁干净的车内饰，顷刻间变得破破烂烂。看着这群无法无天的疯子，我默默掏出手机，拨打了领导的电话。领导，
单位给我配的专车被人给砸了，还不等电话那头开口，林婉婉的小跟班忽然抢过我的手机，往地上狠狠一摔，还想告状。你一个只会勾引男人的小三，哪来的脸？难不成你要叫一群你的金主来压死我们吗？哈哈哈，真是装逼装上瘾了。大家都是老同学，谁不知道你几斤几两啊？就是，你是垃圾桶投胎吗？这么能装？老同学们又开始嚣张大笑，肆意讽刺我。我看着地上被摔碎的手机，冷声道：希望你们待会还能笑得这么开心。闻言，林婉婉一把揪着我的衣领，你这贱人，还敢威胁我们？说话间，林婉婉突然看到了我领口处的玉佩项链，她目光一亮，直接伸手快速扯下。这项链一看就不便宜，也是花我老公的钱买的吧？见状，我脸色大变，把项链还给我。见我突然紧张了起来，林婉婉冷笑着看向了我，这么紧张，看来这项链价值不菲啊！我急了，赶紧道：它不值钱，但对我很重要，快还给我！说着，我就伸手去抢夺。这玉佩项链是我爸妈留给我的唯一遗物，他们是烈士，也是我的榜样。记得最后一次见他们，是我18岁生日前一天，他们说等出完这次任务就回来给我补过生日。可我在家等啊等，等啊等，没等到他们，却只等到了2盒骨灰和这条项链。领导说，我爸妈临死前让他把这条项链交给我，我爸妈把命献给了国家，把这条项链留给了我，这是他们迟到的生日礼物，也是我最珍爱的逆鳞，我绝对不允许任何人破坏它。你越想要，我就越要毁掉它，不等我碰到。林婉婉将项链往地上用力一摔，伴随着一道清脆声响，玉佩4分5裂，一块块碎片洒落遍地。不，眼看着我爸妈留下来的唯一遗物就这样碎了，我心如刀绞，难以呼吸。你这个畜生！我下意识抬起手，想狠狠教训下林婉婉，可最终还是将手停在了半空。因为领导曾百般嘱咐我，说我下手没轻没重，对待敌人可以，但若是用在普通民众身上，很容易出人命，让我切勿轻易出手。林婉婉见我停了手，得意一笑，指着自己的脸挑衅：大阿，我看你有没有种打我这个首富夫人。我无视他的挑衅，蹲下身子，默默捡起地上的项链碎片。怂包，你不敢打我，但我却敢教训你。林婉婉怒斥一声，转头看向那些同学，给我狠狠教训这个贱人，谁教训的最令我满意，我就给谁100万。闻言，那群本就看我不顺眼的老同学立马对着我拳打脚踢，还想对婉婉动手。人家现在可是首富夫人，就你也配？就是，不过是摔碎了你一条项链而已，反正是你陪睡赚来的，到时候你多伺候几个男人不就行了？至于这么激动不要脸的小三，勾引别人老公就算了，还想跟正室动手，你真以为老同学好欺负是吧？就连班主任都忍不住偷偷踹了我2脚。我抗着他们的拳脚，一边捡项链，一边开口道：你们会后悔的。闻言，那群老同学仿佛听到了天大的笑话，纷纷仰头大笑。笑死！你还当这是高中呢？以为你是尖子生就能高人一等？就是，你现在不过是个被社会抛弃的垃圾，都已经靠出卖肉体来赚钱了，还敢威胁我们？小三就该有小三的觉悟，挨打就要立正。你个臭不要脸的贱货，当小三挖墙脚都挖到老同学身上去了，丢不丢人啊？我要是你，早就一头撞死了。那些人一个个面露鄙夷，
肆无忌惮嘲讽羞辱我。围观群众也纷纷批判我，说我不自量力。林婉婉在众人的拥护下，一把揪过我头发，狂妄道：“后悔？我长这么大都还没后悔过，我就等着看你这底层垃圾能让我怎么后悔。”话音刚落，上百辆军用越野车疾驰而来，停在了众人面前。巨大的阵仗让嘈杂的现场瞬间陷入了死寂，所有人都转头望向了那边，就连林婉婉都松开了我的头发，将目光聚焦到了军用车队上。在全场人的注视下，一名西装男走到头车旁，恭敬打开车门，紧接着穿着一身高定西装的霍艳丽从车内缓缓走下。他外形俊朗，气质不凡，一出现瞬间令全场瞩目。这就是盛天集团的霍总吗？对，就是他，真不愧是首富啊！接亲牌面也太豪横了吧，太气派了，竟然用这么多军用越野来接亲，我做梦都不敢梦到这场面啊！关键是他人也长得好帅啊，帅气又多金，难怪姓沈的贱人会上杆子当小三呢。婉婉也太有福气了吧，嫁这么好，羡慕死人了。在所有人艳羡的赞叹声中，林婉婉得意洋洋地上前牵住霍艳丽的手：“老公，你这些车哪来的？也太帅气了吧！”霍艳丽刮了刮他的鼻子，宠溺一笑：“知道你喜欢，特意申请改装来接亲的，一般人可做不到呢。”林婉婉娇羞一笑，脸上满是甜蜜：“老公，你对我真好，能嫁给你，真是我前世修来的福气。”霍艳丽一把将他揽入怀中：“傻瓜，你可是我老婆，我不对你好，对谁好？”见状，那些老同学一个个上前，纷纷献媚讨好：“霍总，你好，我开了一家小型的广告公司，你们盛天集团要是有广告需求，可不可以优先考虑考虑我？这是我的名片，霍总，这是我们公司新研发出来的产品，免费送给您去体验一下。如果体验效果不错，麻烦您帮我们反馈反馈。”霍总，你好，我是婉婉同桌了3年的老同学，我早就仰慕您的大名了。您看盛天集团有没有什么合适的岗位缺人？我什么都肯学的。霍总，一时间，所有老同学都竭尽所能地挤到霍艳丽面前，用尽各种方法自荐。看着往日的同学都低头哈腰在霍艳丽面前极力讨好，林婉婉脸上的笑意更浓烈了。这种高人一等的感觉让她十分享受，而霍艳丽则是敷衍的命助理收下所有，似乎对这一切司空见惯。这时，林婉婉的妈妈上前，笑着对霍艳丽开口：“好女婿，家里特意为你准备了好茶水，快进去品尝一下，休息休息吧。”霍艳丽看了看手表，算了吧，时间也不早了，我已经订好了酒店和宴席，这么多车，应该够你们全部一起过去。行行行，那就先过去。众人一边点头，一边往那一辆辆越野车走去。一想到马上就要参加首富的婚礼，大家眼底都激荡着兴奋的光芒，仿佛自己已经走上了人生巅峰。然而，就在众人刚要上车之际，一阵警笛之声由远及近快速传来，紧接着，一群警察迅速下车，厉声开口：“不许动！我们接到报警，说这里有人聚众闹事，故意伤害。”警察的到来瞬间将现场喜气洋洋的氛围打破，那些老同学全慌了，有的人连头都不敢抬一下，生怕警察找他们的麻烦。而霍艳丽则是微微一愣，不解地看向林婉婉：“怎么回事？怎么警察都来了？”林婉婉眼中闪过一抹心虚，
随后支支吾吾开口道：“我同学他们说要给我惩治小三，所以就教训了一个女人。”闻言，霍艳丽表情里浮现出了一抹不自然。小三？什么小三？你明知道我心里只有你一人，怎么可能在外面找小三？林婉婉嘟了嘟嘴，一脸无辜。好吧，那应该是我搞错了。但就算他不是你养的小三，那也是个故意破坏我婚礼的贱人，大家教训他也是应该。那群老同学立马昧着良心附和：对，这贱人高中时就喜欢跟婉婉攀比，一直见不得婉婉过得比他好。婉婉好心邀请他来参加婚礼，没想到他直接过来闹事。就是他以前在学校就处处针对婉婉，大家就是看他太嚣张了，才忍不住教训他的。这些同学今天的目的本就是跟林婉婉打好关系，现在有机会当然是不遗余力在霍艳丽面前贬低我，抬高林婉婉。林婉婉的妈妈也趁机劝说道：“我的好女婿，我女儿对你们的婚礼可是极为重视的，那贱人一来就在这各种捣乱，不教训教训，让你的面子往哪搁啊？”听完他们的话，霍艳丽微微点头，既然是欺负婉婉的人，那教训一番也没什么问题。见霍艳丽都默许了他们的做法，林婉婉顿时就有了底气，她挺直腰杆，直面警察，理直气壮道：“警察同志，是有人先来我的婚礼捣乱，我们被逼无奈才对他动手的。”闻言，警察微微皱眉，直言道：“具体什么情况，都跟我回警局接受调查，细细交代。”听到这话，那些参与打我的老同学又慌了。不过林婉婉依旧有恃无恐：“我不去，今天是我结婚的大喜之日，我才不要去警局。”说着，她看向霍艳丽：“老公，你可是首富，人脉通天，你快帮我跟警察说说啊！”闻言，其他参与者也向霍艳丽投去求助的目光。对呀，霍总，您这么大的人物，警察肯定会给您这个面子的。今天可是您和婉婉的大喜之日，要是让大家都去警局过，那多跌您的面子啊！没错，您可是京海首富，只要您一句话，肯定就能解决这件事。林婉婉的妈妈也忍不住开口道：“我的好女婿，今天可是你和我女儿的大日子，家里这么多亲戚朋友都看着呢，可不能让咱们丢这个人啊！”面对所有人的紧张求助，霍艳丽带着一股子傲气，直面警察：“警察同志，我是盛天集团的总裁霍艳丽，我认识你们的市局领导，这事能不能算了？”闻言，警察犹豫了2秒，随后肃声道：“你们在大庭广众之下动手打人，认识谁都没用啊！再说了，私不私了，不是我说了算，你也别为难我，除非你们能取得受害者的原谅，让他不追究。”听到这，霍艳丽嘴角扬起一抹自信的笑：“那简单，我就不信谁还敢跟我霍艳丽作对。”说完，他看向林婉婉：“你们打的人在哪呢？”闻言，林婉婉立马带着霍艳丽穿过拥挤人群，指着我大声道：“老公，就是这个贱人！”我蹲在地上，被打得披头散发，满身脏污，看上去狼狈不堪。霍艳丽都没认出我来，她走到我面前，敷衍地打量了一下我的伤势，随后不屑道：“你就是经常欺负婉婉的老同学吧？我是婉婉的老公，按理说你欺负了婉婉是不可饶恕的，但看在你已经被教训了的份上，我就不跟你计较了。今天是我和婉婉的大婚之日，我不允许出现任何意外，看你也就是受了点皮外伤而已，稍后我会给你一笔赔偿金，这件事就这么私了，你应该没意见吧？”霍艳丽的话语散漫轻飘，
态度更是都透着一股高人一等的傲气，仿佛他这样的人物能与我交谈，已经是对我天大的恩赐。我没有理由，更没资格拒绝他，但我并没有回应他，只是发出了一声冷哼。见状，霍艳丽微微皱眉，怎么，看你这样子，是不太满意？他顿了一瞬，随后补充道，算了，看在今天是我大喜之日，我也懒得跟你计较太多。这样吧，以后你要有什么事，可以来盛天集团找我，不管什么事，我都会替你摆平，这样总够了吧？霍艳丽鄙夷地俯视着我，眼底透着明显的厌恶，仿佛是在看一个狮子大开口的小人。闻言，林婉婉十分不满地对我道，又没打死你，你该知足了吧？我劝你不要得了便宜还卖乖啊，要不是看在老同学一场的份上，你还能有这待遇？其他老同学也忍不住羡慕嫉妒恨，就是你还以为自己是高中时代那个人人吹捧的尖子生吗？霍总愿意补偿你，真是你上辈子积德了，还蹲在那里装什么呢？赶紧起来跟霍总好好道个谢啊！估计蹲在那偷笑呢。霍总的恩赐，怕是他这辈子最大的荣誉了。因为霍艳丽所谓的补偿，这些本就看我不爽的老同学，此刻更气得牙痒痒，好似我抢了他们的东西一样。随着这些人的拱火，霍艳丽逐渐失去了耐心，她很不耐烦地对我道，看在婉婉的面子上，我已经对你仁至义尽了，我劝你不要太贪得无厌，否则打扰到了我的婚礼，别怪我不客气。在霍艳丽的威胁下，我忍着伤痛，缓缓站起了身，随即撩开散乱的头发，直面霍艳丽，悠悠开口，霍艳丽，你还真是好大的威风啊！看到我样貌的一瞬间，霍艳丽冷傲的双眸之中明显闪过了一丝错愕。不等霍艳丽开口，林婉婉第一个出声，沈清河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叫我老公的全名？老同学们也义愤填膺地叫道，就是别以为霍总愿意弥补你，你就能肆无忌惮，如果没有婉婉，你在霍总眼里屁都不是。没错，就你这种不要脸的废物，连见霍总一面都是奢望，真以为自己是婉婉的老同学就能无法无天了是吧？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德行。面对众人的诋毁和贬低，我内心毫无波动，只面无表情地凝视着霍艳丽，冷声问道，霍艳丽，你听到了吗？他们说我不配叫你的名字，你觉得呢？我随口抛出的问题让霍艳丽陷入了沉默。林婉婉见状，忍无可忍，抢先道，你这贱人还敢这么跟我老公说话，看我今天不打死你！说着，林婉婉快步走到我面前，扬起巴掌就要朝我扇来，但霍艳丽快他一步，握住了他的手。林婉婉脸色一顿，不敢置信地看着霍艳丽，老公，你拦着我干嘛？难道你是心疼这个贱人了，还是说她真是你养在外面的小三？这话一出，现场瞬间哗然，那些老同学更是瞪大双眼看着我和霍艳丽。不是吧，沈清河真是霍总养的小三？看样子应该是啊，不然的话，霍总为什么要帮他呢？这沈清河果然是个下贱胚子，竟然当小三当到了老同学的头上。在一阵议论声中，霍艳丽走到我面前，理直气壮道，沈清河，既然你都看到了，那我也懒得再隐瞒了。哪个有钱男人不想着三妻四妾？更何况我还是首富，身为明面上的首富夫人，你应当接受。霍艳丽这话让刚刚还对我鄙夷唾骂的同学们纷纷倒吸了一口气。我没听错吧？霍总说沈清河是首富夫人，这怎么可能？沈清河不是一个底层的穷酸狗吗？对呀，
这一切到底怎么回事？不仅现场同学们懵了，林婉婉更是不敢置信地看着霍艳丽。艳丽，你在开玩笑对不对？沈清和她不过就是一个下贱的底层垃圾，怎么可能是首富夫人？面对林婉婉的质问，霍艳丽认真而深情道：婉婉，我和他的婚事是我父亲定下的，我没办法拒绝，但我真心爱的人只有你。霍艳丽当着我的面，当众对着林婉婉示爱，这无疑是在打我这个正牌老婆的脸。听到这话，刚刚才对我投来震惊目光的同学们再度恢复了那一脸鄙夷的姿态，笑死！我还以为某人真的已经飞上枝头变凤凰了呢，没想到还是一个虚有其表的小丑。霍总敢当着他这个正式的面承认自己对婉婉的爱，这更说明婉婉对霍总的重要性。没错，霍总的爱在谁呢？谁才是真正的首富夫人？这沈清河到头来还是什么都不是。林婉婉脸上的表情也从震惊、悲痛再到感动。艳丽，有你这句话，我这辈子就值了。他含情脉脉地看了霍艳丽一眼，随后望向我，挑衅道：沈清河，识趣的话就赶紧离开我的艳丽哥哥，有些位置不是你这种底层人能坐得稳的。我看向霍艳丽，问道：你也是这么想的吗？霍艳丽面色冷漠，直言道：我与你本就是联姻，没有感情，但婉婉不同，她怀了我的孩子，我给她补办个婚礼，你理应接受。如果你能有这个觉悟，接受我跟婉婉在一起，那首富夫人的位置你可以继续站着。我笑了，你觉得我很稀罕首富夫人这个位置？霍艳丽微微凝眉，声音高傲且冰冷。不然呢？这个位置是多少女人梦寐以求的。霍艳丽的脸上透着无与伦比的傲气与不屑，仿佛我是寄生在她身上的无用之人，仿佛我离了她就不能活，但我却觉得十分可笑。霍艳丽，你太小瞧我了。她也不想想，为什么他父亲当年会带着他百般上门，求我答应与他们联姻。霍艳丽冷哼一声，目光中增添一抹鄙夷。沈清河，是你太高看自己了，要不是我父亲让我维护好这段婚姻，你连多看我一眼的资格都没有，更别说来我和婉婉的婚礼上闹事。闹事？我看着霍艳丽轻笑出声，身为一个已婚男人，你背叛家庭，在外面与别人结婚生孩子，不觉得羞愧，反而觉得我在闹事。你懂不懂什么叫重婚罪？你有没有把法律放在眼里？霍艳丽满脸不屑，只有无能之人才会用法律来说话。你只需要知道，我作为京海首富，能让你成为首富夫人，也能让你什么都不是。我挑了挑眉，你在威胁我？霍艳丽直视我是在给你机会，以后婉婉在家时，你只需要伺候好她和孩子，不要惹她不高兴，也不要生一些不该有的心思，把他们照顾好了，你的日子才会好过。我又问，那如果我不同意呢？霍艳丽脸色一沉，那我会收回你现在的一切，让你一无所有，让我一无所有。我笑了，霍艳丽，既然你打算把事情做得这么绝，那我也不用再给你留情面了。我倒要看看，我们到底谁能让谁一无所有。听到我这话，现场笑声一片。我没听错吧？这沈清河是说，他也能让霍总一无所有？这女人真是疯了，她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，她凭什么敢说出这么猖狂的话？无能之人的装逼说辞罢了，指不定她现在心里多慌张多害怕呢。就是一想到自己的首富夫人位置马上不保，她连这么荒唐的话都说出来了，可不就是被吓傻了？
林婉婉同样一脸得意又讽刺地看着我。沈清河，你还真是有福，都不知道想啊！这么好的机会摆在你面前，你怎么就是不知道把握呢？只要照顾好我和我肚子里的孩子，你就能继续当人人羡慕的首富夫人。这对你这种底层废物来说，可是最好的改变命运的机会了。我无视林婉婉眼底的挑衅和得意，面不改色道：当首富夫人对你来说或许是千载难逢改变命运的机会，但于我而言什么都不是。林婉婉眉头一皱，你是真能装啊！要不是燕里哥哥被迫跟你联姻，你这辈子还能有机会见识到上流社会，在这得了便宜还卖乖，难怪你天生穷命，注定一辈子伺候人。霍艳里也居高临下地看着我，虽然我不知道我父亲为什么硬要我跟你联姻，但这些年我已经尽到了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，也让你沾尽了光。既然你这么不识好歹，那这首富夫人的位置确实该让贤了。见霍艳里到现在还自以为是，觉得首富夫人这个头衔能拿捏我不由觉得他十分可悲。霍艳里，这些年享福沾光的人是你，不识好歹的是你，该退位让贤的也是你。霍艳里脸色一沉，耐心全无。原本我还想看在我父亲的份上，给你保留一点颜面，既然你三番两次当众挑衅我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话落，他看向一旁的保镖，让沈清河知道谁才是京海的天。一声令下，一群保镖满目威严地朝我走来，林婉婉和一众同学则满脸戏谑地看着我，期待我的惨淡下场。然而就在那群保镖即将靠近我时，高空中突然传来了一阵阵巨大的轰鸣声，众人抬头仰天望去，便看到一架架直升机浩浩荡荡盘旋当空，在众人不解的注视下，飞机接连降落，停在了大家的面前。紧接着，一个个全副武装的特勤人员从飞机上井然有序地接连下来。见状，众人大惊：我的天哪，这也太壮观了！在众人的震惊中，霍艳里恭敬上前，礼貌问道：各位领导，请问你们突然大驾光临，是有什么事吗？一向高高在上的霍艳里在此刻第一次表现出了罕见的卑微。不等他们开口，林婉婉连忙挽着霍艳里的手，抢先道：那还用说，这么多领导兴师动众赶来，肯定是来参加咱们婚礼的呀。闻言，现场所有人瞬间了然，没错，肯定是冲着婉婉和霍总的婚礼来的啊。霍总不愧是首富啊，人脉都伸到那么远了，连这么多特勤人员都特意赶来参加您的婚礼，太牛逼了！婉婉嫁给了霍首富，以后你的好日子还长着呢。一时间，所有人都朝霍艳里和林婉婉投去了震惊而又羡慕的眼神。林婉婉嘴角高高翘起，一脸傲然地享受着众人的羡慕目光。霍艳里的脸上更是浮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激动，他快速整理了下着装，然后对着那群特勤人员兴奋道：感谢各位领导特意过来参加我的婚礼，大家里面请。说着，霍艳里还弯腰做出了一个恭请的动作，然而那群特勤人员却一动不动，甚至连一个眼神都没给到霍艳里。现场死寂了2秒，在众人不解的注视下，所有特勤人员径直朝我走来。为首的军官朝我敬了个礼，声音嘹亮而威武：你好，沈清河同志，我收到上级命令，前来增援。我是本次的行动指挥官陈健，请您下达指令。陈健的声音震耳欲聋，他的话
更如惊雷，响彻在众人耳边，久久回荡。看到这一幕，所有人都惊呆了。我没看错吧？他们竟然是冲着沈清河来的，这不可能啊！沈清河不就是个仰仗霍总生活的废物吗？为什么这些人会这么尊重他？对啊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震惊、不解、难以接受，充斥在每个人的脸上。这一刻，所有人看向我的眼神都变得不一样了。在大家的惊呼声中，林婉婉快速上前，对陈健提醒道：“这位领导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这沈清河就是个一事无成的废物啊！你们为什么对他这么恭敬？”说着，他突然眼神一亮，自问自答：“是不是因为他首富夫人的身份？你们误会了，从今天开始，我才是真正的首富夫人。他沈清河就是个被我老公抛弃的垃圾，你们不用看在我老公的面子上对他这么尊重的。”说着，林婉婉还将霍艳丽拉上前，一脸亲昵地靠在他的肩头，宣示主权。见状，刚刚才受到挫败的霍艳丽也如梦初醒般补充道：“没错，我已经决定跟沈清河离婚了。今天是我和婉婉的婚礼，以后婉婉就是我霍艳丽认定的唯一夫人。各位领导，若你们是因为我的首富身份而对沈清河高看几分的话，大可不必。”听着他们二人对我满含贬低的话语，陈健的脸色变得无比阴沉。放肆！你们算什么东西，竟敢对沈清河同志如此不敬！一声怒喝让林婉婉愣住了，霍艳丽也懵了。现场所有人的眼神都在我和陈健他们的身上不断流转，眼里满是震惊和骇然。直到此刻，霍艳丽才终于意识到，眼前这些人根本就没将他首富的身份放在眼里，他们的到来也不是因为他，而是因为我。想到这，霍艳丽深深看了我一眼，然后撇开林婉婉的手，对陈健认真问道：“长官，沈清河到底什么身份？你们为什么对他如此恭敬？”陈健冷哼一声，没好气道：“他的身份级别不是你可以知道的。”说完，他看向我，再次恭敬询问：“请问沈清河同志可有何指示？”我淡淡看了霍艳丽一眼，直言道：“霍艳丽作为我的老公，不仅出轨，还与他人重婚。林婉婉更是仗着霍艳丽的身份，无法无天，砸坏我的专车，还当众纠集一帮同学辱骂殴打我。以上种种，你们配合警察依法处置吧。”说完，我直接转身想要离开。见状，林婉婉等人全部吓得瘫软在地，就连一向稳重的霍艳丽都慌了。她连忙上前拉住我：“清河，我之前以为你靠着我首富夫人的头衔，装模作样忙工作不归家，是在外面好吃懒做鬼混，所以才那样对你。我知道错了，你原谅我一次好不好？我保证以后一定痛改前非，一心一意对你。”我神色淡漠地看着他：“你不觉得你现在这样很可笑吗？”霍艳丽，刚刚是谁口口声声说要让我知道谁是金海的天？又是谁说要让我一无所有？怎么现在跟我说你知道错了？哦不，其实你也不是知道错了，你是怕了。若我是个无名之辈，你还会这样低三下四求我原谅吗？你还会痛改前非，好好过日子吗？你不会，你只会仗着自己的身份地位，继续仗势欺人，高傲自大。霍艳丽，我说过，该退位让贤的人是你。说完，我直接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最终，霍艳丽和林婉婉等人被判入狱，而我在签下离婚协议书后，继续投身绝密单位。后来，我听说经历了这次变故后，
盛天集团土崩瓦解了，不过这些都与我无关，我只专注工作，全心全意报效国家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